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俩北京姑娘闲聊》第二期。大家好，我是 Annie。大家好，我是 Karen。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那我们今天想聊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中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情况，就是女人生孩子以后，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你比较有经验，那你来说一下好吗？行，在中国呢，女人生完孩子，当了妈妈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不能说算是习俗吧，可能也是更多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会坐月子。这坐月子。里边的月呢，就代表的是一个月，对吧？可这个长能有的地方呢，还是45天，对。月子常常是这个女人生孩子以后，然后呢，要休息差不多1个月到40多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吗对，？OK。是。OK。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在中国，我们这个坐月子，以及在很多的其他国家，啊，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呢，她没有这个坐月子的这个说法。嗯。是我们中国的女人，那坐月子咱们都是肯定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嗯。你知道都有哪些事儿不能做吗？对，因为我知道你是2个小宝宝的妈妈，那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坐月子的这个方面的你的经验应该会比较多。那我听到的一些呢，就是如果要是坐月子的话，这个特别是在1个月里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很特殊的一些规定。就是在吃东西方面，或者是运动方面，好像有一些规定，可能不能做太多的运动。有的这个地方可能规定就是说，甚至不能出去，不能离开家里，对吗？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严格的，不能吃一些特别凉的东西，这个是我听说的。嗯，对。中国呢，就是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这个30天或者到45天，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吃，对吧？嗯。所以我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是比较博大精深的。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叫做月子餐，就是嗯。我们吃需要特别注意的。刚才不能吃凉的东西，不能比如说喝凉的东西都是需要注意的。那月嗯。子餐呢，就因为它的一个理念吧，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啊，但是呢，它是说一个女人生完宝宝之后，你的身体是发生变化的。比如嗯。说生完之后的前10天，根据你这个身体，你需要吃什么，比如说有营养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现一个图片儿，这个图片儿呢，可能让大家更清楚地看一下这个月子餐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嗯。基本都是一小盘儿一小盘儿的，比如说一小盘儿的鸡蛋，一小嗯。盘儿的青菜，一小盘哦。儿的非常小盘儿的鱼，哦。营养均衡。就是它的量比较小，但是种类会非常的多，对吧？对，量比较小，种类还特别的多。嗯还有一，OK。点就是汤，还有这个月子餐里边儿特别注重的一点就是月子汤。哦，就比如这喝汤。30天吧，对，嗯。喝的汤，这30天呢，是今天你喝什么什么汤，明天喝的汤和它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和前一天是不一样的。那30天呢，每天喝的汤都不一样。我嗯。们中国人就相信你喝汤能够让你排毒呀，然后身体比较好呀，让你觉得特别暖和呀。还有一点，就比如说一种鱼汤，一嗯。种鱼叫做鲫鱼。嗯。那鲫鱼汤呢，我们中国人总是相信你喝鲫鱼汤会对于母乳的妈妈比较好，会让嗯。你母乳更加的顺利一些。对，因为这个妈妈需要喂这个因为它孩子。会让你产奶。对，对，所以就是产奶。对，所以我们喝鲫鱼汤，和不同的种类的变着花样的，每天三十天啊，有30种不同的汤，然后嗯。再加上这个月子餐。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有2个孩子嘛，我们家老大是在北京出生的，嗯。所以我是在北京坐月子。所谓的坐的这个月子。然后啊。老二呢，是在伦敦出生的，然后我
第二次就是在英国这边儿坐的月子，所以我就能可能体会一下，在中国和在英国的一个坐月子的一个差别。那你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月子汤，在这个饮食里边特别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个吃东西，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女性她生孩子，可能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身体的会比较虚弱。然后这个月子餐的目的是帮助这个女性更快的去恢复身体，对吧？这样的一个目的。对，我自己就是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嗯哼。我们家老大是在北京出生的，因为在我家那边嘛，所以我妈每天过去，嗯帮忙照顾我，嗯她就会做一些好吃的。同时呢，我又请了一个阿姨，这个嗯，阿姨也可以就是给我做一些饭。这个阿姨是不嗯，是叫月嫂？就是这个专门照顾，就是女人在坐月子的时候，会请一个阿姨来帮助她做这个月子餐，或者是照顾孩子。那这个阿姨是不是叫月嫂？对，有些人会请一些月嫂，啊哈，我请的那位阿姨呢，做汤，然后打扫卫生。因嗯为我相信你也知道嘛，我们中国人找一个月嫂，她一般都是一个女士了。在国内，据我了解啊，她这个月嫂是不会给你做饭、打扫卫生等等。国内找一个月嫂呢，都是挺贵的，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啊，但是嗯我知道那阵儿就一个月就2、3万人民币嗯了，就是还是嗯挺贵的。嗯嗯，人家月嫂主要是帮你照顾你和你的孩子，尤其是你的孩子，告嗯，诉你，哎，该怎么做呀，小宝宝，因为我们是一个新手妈妈嘛，对，新没手妈妈。有任何的经验，所以嗯有一个小孩儿，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想找一些对育儿非常有经验的这些月嫂，嗯就请一个月。嗯他一般都是住你家里，和你一起生活，然后帮你弄弄孩子，告诉嗯你一些他的经验。人家嗯，月嫂一般是不会给你做饭的，没有这个哦时间，哦，对。月嫂也不会给你打扫卫生。就是主要就我是因为你也知照顾道嘛，我孩子，老公对，因为主要的对，工我老作就是照公他不是顾孩子。英国人嘛。嗯对，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中西方的一个理念的不一样。我嗯觉得在西方这边，就比如说在英国这边，爸爸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选择月嫂呢？就是中国的男人就比较没用，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自己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多是什么。嗯但是在英国，比如在西方很多国家，他这个父亲的角色是特别重要的，他就和这个新手爸爸、新手妈妈两个人一起去做，哎，这个小宝贝要给他喂奶怎么喂，然后换尿布，然后或者是要给他做什么，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探索，比如说学习一下呀，然后看看书呀。但是可能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就想妈妈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弄，我找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付给他钱，让他一起来帮我照顾这个小嗯宝宝。我觉得嗯，这个就是可能我们中国妈妈觉得中国爸爸比较没用，开玩笑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能够快速的从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这个人学到就是能够更好的得到更好的经验，然后更好的去学习怎么样嗯。去照顾这个刚出生的这个新生儿。从这个月嫂，但是我觉得可能像这个很多的长辈，比如像这个女人的父母，或者是这个男人的父母，特别是男人的妈妈或者是女人的妈妈，会在这个坐月子期间，可能也会更多的来照顾这个女性这个刚刚出生，然后可能是女性身体要恢复，也要照顾这个小孩子，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也会比较常见的，对吧？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可能和很多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嗯们会找一个人比较专业的月嫂，然后你付给他钱，他来把他的经验告诉你。同嗯时，因为你刚生完宝宝，对于这个新的妈妈来讲，她是很累的。
你的身体是需要花一定时间来恢复的。因为中国比如说和英国这边，他的人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在英国这边，他更多的是这个夫妻双方，比如说爸爸和妈妈，他们迎接了一个新的小宝宝，他们想更快的，让这个宝宝融入到自己的家庭当中。所以他们会和这个小宝宝做很多的事情呀，和他一起玩儿啊，就是他们两个人会一起去探索怎么做。嗯当然这样我觉得这两种的各有利弊吧。嗯。我觉得对于你像英国这边，可能没有过多的人帮你，或者也没有月嫂这个概念，那这个妈妈会很累。我还是觉得这个在这个刚刚生完孩子以后，我不知道这个坐月子一定要是30天或者是40天，这个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女性生孩子以后是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时间去恢复。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恢复的期间，当然是需要就是如果有人可以照顾她或者是照顾孩子，能够让这个女性更好的去恢复身体，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好像有对。很多的人会请月嫂，我觉得在中国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叫月子中心，差不多有一点像是一个就是这种私人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吗？月子中心，在国内是挺流行的。嗯月子中心呢，是一般妈妈们她生完小宝宝，她不回到自己的家里，她去一个地方。现嗯在我觉得月子中心它的形式也挺不一样的，嗯比如说有的它是和这个医院在一起的。我嗯之前生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是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生的，这个医院旁边就和这个医院是连锁的一个月子中心，就是嗯你在这边儿生完宝宝就可以去旁边儿这个月子中心来坐月子，在那嗯里边生活1个月。嗯嗯然后那里边就有点儿像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对于一个新手妈妈来讲，因为嗯那里边有医生、有护士，你需要做什么，你可以问他们，同时还有月嫂，就等于你把所有你需要的人都放在了一个地方，能帮助你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等等，可能对不需要你做饭。就像我说的这个月子餐，人家每天给你提供一小碟儿一小碗儿的非常精致的月对子餐，对。你一天可能要吃4次或5次，所以它量是非常少的。这个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啊。就是如果要是嗯，对，特别对。是对以前，就是我们有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那对于很多的这个父母来说，那这个孩子很重要。然后生完孩子以后，这个女性身体的这个恢复，或者是我觉得对女性的这个重视，也看起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能够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行业，对吧？这个一个新的产业，对，嗯，对。才会这么受欢迎。大概是9年前，我们家老大现在是9岁9年前他出生的时候，我说的这个医院旁边的这个月子中心，他当时的费用是15万人民币一个月。你想就快10年前了，就是已经15万人民币一个月。哇，你住进去之后，对于妈妈来讲，如果你有这个钱的话，你愿意付这个钱，那这里边有所有的人来照顾你，有月嫂来教你，哎，怎么让小宝宝就是比如说趴着，或者是晚上怎么样，然后给他喂奶就需要怎么做，然后也有很专业的人员每天给你提供月子餐。嗯在这里边还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些老师给你讲一些育儿的知识，你嗯也同时能和别的这些妈妈们一起交流，嗯，等于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对，说白了，而且就你花一个钱，对对。有人给你做这些事情。对对，而且我觉得它可能应该包括更多的这个方面，比如像这个女性在生孩子以后，那身体可能要做一些运动，然后恢复。但是嗯。你呢，你怎么样做这个更科学的运动啊？比如像是不能做很剧烈的运动，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的躺着不动，对吧？这样的话，对，可能也没有这个对。对身体没有那么大的好处。所以呢，就是怎么样更合理的、科学的去
运动，或者是我估计应嗯该也有很多这个女性的心理的，不只是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估计是从心理方面，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产后的一些抑郁的症状，或者是心理的一些问题，可能都能在嗯，这个地方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对，我估计应对该都有对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对，对。我觉得这些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女性，包括整个中国的社会，我们都觉得一个女人她生完孩子休息调养的这段时间是特别重要的，再加上这个新生儿是怎么融入我们的这个家庭，所以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你有这个钱的话，嗯还是挺好的。对比一下在英国这边，西方这边，你说谁会花15万去一个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在英国这样的产业就不太能够，出现吧。他嗯可能觉得如果我有15万的话，我们全家可以去马尔代夫玩儿2个星期，对吧？他可能嗯。想的是更多的是全家一起去度假，而不是把钱花在这个上边。我觉得对。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差异，对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差异。我是感觉从这个女性保护女性和孩子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他会更重视，那就是让嗯，让女人能够在这个怎么说，感觉不是生孩子以后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那从这方面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感觉有很多的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坐月子的一些规定，我听说这些规定也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比如像是好像嗯，运动不能做太多的运动，或者是甚至是完全不运动，或者是不能洗嗯。澡，还是不能洗头，不能着凉，就是很多的比较严格的这个规定。你有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吗？嗯，对，可能我们中国人如果没有生过孩子，或者不是特别了解的，他的一个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是1个月不能洗头、不能洗澡，然后不能喝凉的东西，不能吃凉的东西，就在你的家里待着，别出去。哇，这是一个传统的大家的一个印象。嗯但是毕竟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025年，对吧？我嗯们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也要改变。就是我自己的情况是，我生完宝宝，第二天就洗澡了。嗯。我个人觉得洗澡没问题，我生完宝宝第二天就洗头洗澡，这个应对。该是自己至少要很舒服，我很难想象这个一个月不洗澡，一个月不出门，这样的肯定对于妈妈来说是非常不舒服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道理。但是我能够对，想象，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规定，可能是怕这个你生完孩子以后身体比较虚弱，可能更容易生病。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都非常的好，然后可能会非常的暖嗯，和呀。那可能以前就是可能几十年以前，然后这个可能生完孩子的这个条件是比较差的，然后呢，可能女性很嗯。容易生病，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没有那个根据现在的这个情况这么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可能有一些这种不同的一个规定，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嗯嗯，对，以前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嗯大家比较在意，不要洗头啊，不要洗澡，不要出去。但是嗯现在嘛，毕竟我们要科学的去看待事情。嗯，我觉得对，现在大家洗头洗澡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运动的话，你不能剧烈的运动，因为你身体也没有恢复好嘛，你嗯是特别累的，至少我是特别累的。第一个星期我是没有出门儿的，我可能是从第二个星期后边，感觉身体有劲儿了，身体恢复了，还是去遛个弯儿，带着嗯孩子呼嗯，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个对。是没问题的。嗯嗯，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希望
就是大家可以都来讨论一下啊，就是不只是在嗯。我们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自己本身，那我的很多的学生，他们也会就是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也生孩子，生孩子以后呢，就是我其实很少看到女性就是基本上休息可能一个月休息一个星期以后，然后就可能那段时间应该也是在这个疫情期间，所以呢，我估计有很多的人可能因为在家里，然后会比较灵活，那我觉得很快的就开始到了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中，没有特别多的受到这个坐月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影响。所以我希望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讨论，到底这个坐月子是好不好的，然后有没有道理，然后大家是对于这个坐月子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好、更适合女性，还是觉得这个是有点儿浪费时间的？我很想知道大家的一个想法。我自己现在因为是在伦敦嘛，所以我周围也有很多的妈妈。我嗯觉得至少是我了解的英国的女性的她们的一个想法是，嗯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一家四口，有爸爸有妈妈，然后还有这个新生儿的小 baby，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要迅速的去适应这种三口之家。然后对于女性，她觉得她的产后，赶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嗯这个是她们觉得是很正常的，嗯也是她们想要的。嗯但是我自己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我个人的一个提议呢，可能无论你是生活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欧洲还是别的地方，从女性的角度而言，她生完宝宝，她身体是很虚弱的、很累的，她是极其需要休息的。如果你能够在生宝宝之前有一个计划，比如说呢，你生宝宝之前有一笔钱，你存了一笔钱，有一个计划，比如说你一个月可能存一点儿钱，然后下一个月再存一点儿钱，在你孩子出生了之后，你有一笔存款，我觉得这笔存款呢，可以用作女性她来，支配。比如说你不想请月嫂，你可以请一个，帮你打扫卫生或帮你做饭的一个阿姨，对嗯吧？在嗯英国这边儿你也是可以请的，嗯她至少可以帮你收拾一下家里呀，帮你做一些饭呀。嗯可能他们我觉得至少在英国这边儿，他不会有这种像我们中国人这种啊，特别精致的一小碟儿一小碟儿一小碟儿，一顿饭有5碟儿有6碟儿这么的饭和菜。嗯但是呢，至少你不用自己做饭，然后这个新手爸爸呢，他会有一些假期，但是他的假期毕竟有限，有的人可能有1周或者2周的假期，他不可能像你一样，你有1个月的假、2个月的假，对吧？嗯像这边妈妈她是有产假的，她不可能永远休息，她还是嗯要回去上班儿的。所以我其实建议，就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女性，你可以存一笔钱，然后找一个人来因为在这种地方你没有月嫂嘛，也没有月子中心，可能要花很多的钱。但是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存一些钱，等宝宝出生了，你可以找一个人，至少来帮你打扫卫生，嗯帮你来做饭，帮你来做一些事情。嗯，在你对，这个而需要帮不是助的时候，有一些人能够就是能够帮助你分担一些你的这个责任，对吧？没有那么大的一对。个压力。对，因为这边和咱们国内不一样，咱们国内像我妈妈吧，我生完孩子，她的所有的计划她都要取消，她来照顾我，来我家照顾我是她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嗯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在英国这边，那人家这些老人，他有的还得有自己的工作，有的也不住在一个城市，有的还有自己的计划，人家对吧？他也没有这个时间。嗯再说，他也可能没有那么时间陪伴你很长时间，可能几天可以，但是很长时间的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陪嗯伴你。所以我觉得妈妈们还是要准备一笔钱，然后至少你需要的时候，你身心很累、很疲惫，你希望有人给你做一顿饭，做一个可口的好吃的饭，嗯而不是去超市买一个披萨。因为新生儿你知道吗？他的衣服一天换好多次，他可能一天换4次、5次、6次衣服，有很多衣服要洗，所以还是有一个人来帮助你，来分担一些，这些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无论是在哪儿的妈妈，无论是中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妈妈，你自己的心理、精神的健康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嗯很多妈妈都有产后抑郁症。对于西方这些妈妈来讲，我觉得他们没有很多帮她，没有爸妈，没有公婆，没有像我们国内的这些月嫂和月子中心，对吧？然后你的丈夫可能陪伴你几天就回去上班儿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做，可能很多人他会觉得崩溃啊，太辛苦了，太嗯累了，压力太大了，他嗯。也容易患上这个产后抑郁症。是的，对，我还是觉嗯得这个就是不一定哪一个情况是更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如果你可以就嗯是找到更多的一些人的帮助，就是在你需要的这个帮助的时候，然后可能有这个嗯。阿姨呀，有月嫂啊，就是对，可能有一些朋友也能够帮助一些。那这样的话，会让这个新手妈妈，或者是让这个女性可能会在这个生孩子以后，能够很快的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生活中，我觉得是这样的。嗯对，嗯我生老大的时候，我妈就是每天都去我家给我帮忙，我爸嗯也去。然嗯后我还找了一个阿姨，她不是月嫂，因为我不需要她来帮我，就是照顾孩子呀，我自己就可以照顾孩子。但是她可以给我洗衣服呀，然后打扫家里的卫生呀，然后每天给我做汤，嗯每天做鲫鱼汤，每天做不同的饭菜。嗯然后我来英国这边，我们家老二是在伦敦这边儿出生的，我肯定是没有请月嫂嘛，这边也没有月嫂这个概念。嗯但是我妈也是过来在这边1个多月，我妈就可以帮我做一些吃的，做一些汤，然后收拾一下房间，洗一些衣服，对吧？对于我来觉得就是你在你最累、最需要人帮助、最需要呵护的时候，有人来给你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嗯有的人他还是单亲妈妈，他没有另一半儿，孩子没有爸爸，或者有的人的爸爸，比如说，他可能只有几天、1个星期他能陪伴你，但是时间太长了，他还要自己也回去上班儿，对吧？嗯嗯。每个人的工作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嗯，嗯，是的，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要更早的、更好的去准备，然后也可以让对。这个对，坐月子或者是产后的这个恢复更容易一些。嗯。好，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讨论可以让大家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坐月子的这个话题有更多的了解。那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如果你有关于这个坐月子的话题有什么想法，那也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嗯，那你还有什嗯，么问题对。吗，Karen？没什么问题了，觉得今天咱俩说的挺多的了，希望能好。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思考。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播客的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我们会把这个很多我们觉得有趣的现象，或者是现在大家都在非常关注的这种热点的话题拿出来讨论，就是可能给大家很多的例子、很多的现象和情况，那我们可能会去加上一些这个我们的分析、我们的想法，那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那这个是我们做这个播客的一个目的，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更多的加入到我们的讨论里边来。感谢大家支持。感谢大家支持，那非常的高兴今天，大家收听了我们的第2期节目《坐月子》。那我们每个星期会有更多的新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目，也请你多多支持我们的这一期的播客和我们的频道，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那我是 Annie，我是 Kare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下期再见。好的，拜拜拜，拜。拜拜。